在连吃水都成问题的大旱之年，我家却挖出了一条地下暗河，不仅有取之不尽的淡水，还有吃不完的鱼货。别人只能勒紧裤腰带过日子，我家却顿顿吃肉，吃到腻。前世我不忍心看全村人受灾，把暗河的事告诉了村民，谁料家里的东西竟遭到所有人疯抢，就连房子都没了。还是村支书看不下去，让我家住到牛棚里。可大旱之后又是暴雪，最后一家人在寒冷中相继离世。再次睁开眼睛，我回到了1975年，发现地下暗河之前，我刚回过神，就看见井边赵铁柱正举着铁锹，满脸横肉的冲我爹林德厚嚷嚷，地上的黄土裂着大缝，太阳晒得人发晕，空气里全是土腥味。我爹正和赵铁柱在井边争吵，赵铁柱嫌我爹多挑了一担水，占了公家便宜，正举着锹杆子，我心里咯噔一下，上辈子我爹就是在这儿跟赵铁柱动了手，最后被活活打死。爹，小心！我冲过去挡在我爹前头，只听哎呦一声，赵铁柱的锹杆子正好砸在我后脑勺上，疼得我眼前一黑，顺势倒在地上装死。赵铁柱吓傻了，手里的铁锹当啷一声掉在地上。我爹林德厚也懵了，见我倒在地上没动静，他连水桶都不要了，红着眼珠子大喊一声：元志，你别吓爹呀！他顾不上跟周围人拼命，一把背起我就往家里跑。爹背着我一路小跑，我能感觉到他背上全是汗，还听见他在偷偷抹眼泪。我心里反倒踏实了，这辈子爹还在，两个妹妹也没失踪，一切都还来得及。回到家，我爹刚把我放到床上，我就睁开了眼。我妈王桂兰正抹着眼泪要出门去找大夫，见我醒了，吓得手里的盆都掉了。我顾不上解释，拉住我爹的手，又把我妈拽进里屋，反手把门锁死。爹妈，赵家那帮人咱往后再收拾。现在我有件能让咱全家翻身的宝贝要给你们看。我压低嗓门指了指地窖的位置。爹，与其每天跑好几里路去那干见底的渠里抢水，咱家干脆自己挖口井。我压低声音对他们说道，我额头上还裹着渗血的白布，看着怪吓人的。林德厚正蹲在门槛上吧嗒吧嗒抽旱烟，一听这话，烟袋锅子都差点掉在地上，他直摇头说道：远志，你这孩子被打糊涂了，这天干的地皮都裂了3寸，村里几口老井都枯了，咱家上哪儿挖出水来？挖井得请师傅，还得买砖石，咱家连口饱饭都快吃不上了，哪儿来的闲钱？我急得直跺脚，凑到他耳边小声说：爹，你信我不？我前2天在地窖后边发现那块土湿气重，下面肯定有活脉，这旱灾看样子还得闹很久，再等下去村里非得饿死人不可，咱不能等死啊！我说这话的时候，嗓门不自觉地高了几分。我妈王桂兰听见动静，赶忙从灶房跑过来，还以为我俩在吵架。等她听明白我想挖井的事，竟然头一个赞同。我妈也跟着劝：老罗，孩子说的对，这水就是命，要是真能挖出水，咱家这几口人就活了。赵家那帮畜生不让咱挑水，咱就自己产水。林德厚本来也是个要强的人，一听这话，猛地掐灭了烟头，咬着牙答应了下来。只是他看着我头上的伤，眼圈又红了，闷声说道：赵铁柱那小子下手太狠，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。一提到赵家，我心里那股火就往上窜。前世就是他们赵家仗着人多势众，霸占了我家的宅子，最后害得我爹妈活活冻死。现在虽然那些事还没发生，但仇根子已经埋下了。赵家兄弟多，要是硬拼，我爹肯定吃亏，但这并不妨碍我先从他们身上收点利息。晚饭一家人喝了点稀得见底的南瓜汤，我就让2个妹妹早早睡了。我拉着爹妈来到后屋，挪开角落里那张沉重的木床，露出下面那个平时藏红薯的土窖活板。爹，就从这儿往下挖，我看着这儿的风水好，肯定有大名堂。我指着土窖一角说道。林德厚没二话，脱了褂子抡起锄头就开干。他干活是一把好手，浑身都是腱子肉，没多大会儿就刨出了一大堆土。王桂兰也没闲着，提着油灯在洞口照着，时不时递个毛巾擦汗。挖出来的土我们用筐子一担担抬出去，堆在后院墙根底下。回头这土能肥地，种点菜刚好。一家人就这么在床底下秘密干了大半夜，累得骨头架子都快散了才歇息。第2天一大早，我天没亮就出了门。临走前我嘱咐爹：爹，你去上工的时候先去找村长告一状，就说赵铁柱差点把我打死，其他的你别管，我去乡里办点事儿。林德厚心里挺担心，但他不得不去修水利，这是生产队派的死任务，家家户户都必须出人。他到了水利工地上，先去找了村长赵德昌。这赵德昌是赵铁柱的亲叔叔，正蹲在石头上喝水呢。赵德昌听完我爹的话，眼皮子都没抬一下，慢条斯理地说道：万顺啊，这事儿不全怪铁柱，你儿子多挑了一担水，那是占集体便宜，铁柱那是维护公平。我爹气得浑身发抖，可人家是村长，他只能耐着性子说：我那是给五保户郭大爷家送的，不是自己留着。赵德昌不耐烦地摆摆手：赶紧干活去，别耽误进度。我爹知道这老狐狸是在护犊子，只能憋着火去搬石头，而我这边直接去了村东头郭大爷家。我一进门就给郭大爷跪下了，指着头上的伤哭着说道：郭大爷，赵铁柱不仅抢您的水，还骂您是绝户头，我帮您送水。他抡起那碗口粗的闷棍，差点把我当场打死。您看这伤。郭大爷脾气火爆，一听这话，气得把拐杖敲得震天响。
这混账东西，反了他了！居然有这种事！要是真的，我立马抓人送乡里。等赵德昌看到乡里来人的时候，整个人都懵了。他那个当村长的威风劲顿时没了，点头哈腰的在前面带路。赵铁柱还在大坝上耀武扬威呢。姓林的，你阴我！我冷笑一声，没搭理他。乡里的干事板着脸，说话硬气得很，直接让民兵把他押走了，说要调查清楚再处理。这下赵铁柱就知道自己栽了，栽在了他一直瞧不上的我手里。赵铁柱的弟弟赵铁牛正好赶过来，看见他哥被抓，两眼喷火的冲向我。林远志，你给我等着！晚上回到家，我把这事告诉了爹妈。林德厚乐得合不拢嘴，只夸我有出息。晚饭的时候，为了庆祝，我妈破天荒的在南瓜汤里撒了一把珍贵的白米，香气飘了一屋子。我带着爹妈再次钻进了床底下的土窖。到了第3天夜里，我爹一铁锹挖下去，突然听到咔嚓一声，脚底下的土层竟然塌了一块，一阵凉丝丝的风猛地从那黑漆漆的洞口吹了出来，那风里带着一股久违的水气，闻着就让人浑身舒畅。懂了。我兴奋地低吼道，我爹手都在发抖，点燃了2个火把。我们顺着梯子爬了下去，这下面竟然是个巨大的天然溶洞，顶上全是奇奇怪怪的石钟乳，亮晶晶的。还没走2步，我们就听到了哗啦哗啦的水流声。转过一个石壁，眼前的景象让我们全家人都傻了眼。那是一条5、6米宽的地下暗河，河水清的能看见底下的鹅卵石，在火把的照耀下，河面上密密麻麻地翻动着水花。爹，你看那些鲶鱼！爹，你看那些鲶鱼！我指着河岸边的浅水处喊道：“那些鲶鱼又黑又肥大，一条得有10几斤重，正挤在岸边抢食泥土里的养分。”我爹林德厚直接跪在了河边，捧起一口水就往嘴里灌，一边喝一边流泪。是活水，是甜的，老天爷开眼啊！咱家有救了！王桂兰更是激动的抹眼泪，看着那数不清的鱼，我知道这不仅仅是救命的水，更是这年头最值钱的物资。这溶洞里宽敞的很，我们在里面转悠了大半夜，这里面凉快的像冰窖，空气里全是湿润的味道，跟外面干巴巴的旱地完全是2个世界。直到火把快熄灭了，我们才恋恋不舍地爬回地面，关好地窖盖子，又把木床搬回原位。爹妈坐在煤油灯下，兴奋地直喘气。我压低声音严肃地说：“爹妈，这件事哪怕是烂在肚子里，也绝对不能让外面的人知道。要是传出去，咱家这日子就没法过了。”林德厚猛吸了一口旱烟，点头道：“我晓得，财不露白，水就是金子。明天我就去把后院的院墙加高1截，再在墙头插上碎玻璃，防止赵家人翻墙。我明天就把去年存的大白菜种子找出来，有了水，咱家后院就能种出绿菜来。再养上几只鸡，鸡蛋也是钱呐！”这一夜全家人都没睡着。第2天去修水利，爹妈的眼睛虽然熬得通红，但干劲十足，连看人的眼神都有底气了。傍晚，我提前溜回了家，找了一张旧渔网。等天色擦黑，我和我爹偷偷钻进了溶洞。溶洞里居然还有几处裂缝，我们在河流狭窄的地方用大石头垒了个堰，只留个口子下网。然后我爹拿着木棍在水里使劲搅和，把鱼往口里赶，水里顿时炸了窝，密集的鱼群不停撞击着渔网，力道沉的差点把我拽进水里。爹，快来！来了来了，快收网！快！我爹兴奋的嗓子都哑了，捞上来一看，渔网里全是活跳的鲶鱼，还有不少肥实的大泥鳅。那条最大的鲶鱼怕是得有15、16斤，在地上拍得啪啪直响。就这一网，起码有50斤重。林德厚看着这些鱼，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。这一网就够咱家吃半个月的。我让他把鱼先倒在岸边的一个天然小水坑里，那水坑连着暗河，水是活的，鱼死不了。这样积攒下来，用不了多久，咱家这水坑里就能攒上1000斤鱼。等我妈干完农活溜进来的时候，看到那水坑里密密麻麻的鱼，整个人都看呆了。我的天老爷，这就是挖到了聚宝盆啊！由于在村里不敢生火煮，怕香味飘出去招祸，把爷俩摸黑出了村。这大旱天，路上连个虫鸣都没有，只有车轴嘎吱嘎吱的响声，在夜色里格外刺耳。直到半夜1点，才摸到了城郊的废品站仓库。这地方偏僻，四周全是锈烂的废铁架子，空气里飘着一股子霉味和铁锈味。我从怀里掏出半张折的皱皱巴巴的旧报纸，在一处木门上轻敲了3长2短，门吱呀一声开了条缝。一个戴着旧草帽的男人探出头来，他是老钱，城里大厂食堂缺啥都找他。老钱接过我手里的半张报纸，跟自己的对了一下，这才松了口气，压低声音说：“怎么才来？东西呢？”我掀开独轮车上的旧棉被，露出里面还透着鲜气的鲶鱼。老钱眼睛一下子直了，伸手抓起一条10来斤重的滑溜溜的鱼，在他手里直跳。好家伙，这年月你上哪儿弄这么多肥鲶鱼？他一边惊叹，一边赶紧招呼我们往仓库深处走。在这计划经济的年头，大家都蒙着脸，只露出一双眼睛。5毛1斤，不二价。我开门见山，林德厚在旁边听得心惊肉跳。这时候猪肉才7、8毛，鱼卖5毛，简直是天价。可老钱连个磕绊都没打。
成，这鱼我有急用，全要了。我还盯上了他仓库里那些紧俏货。我要棉布2匹厚的，再要1袋50斤的白面，工业券给我来1叠。老钱利索地从废报纸堆后面拖出东西，这些都是他从各种渠道抠出来的宝贝。爹看着那白花花的白面，眼睛都舍不得挪开，手一个劲地抖。交易完，我把钱塞给爹，爹忙不迭地往裤腰带里的夹缝里缝，生怕这钱长翅膀飞了。回来的路上，虽然独轮车上载满了重物，接着就是一阵急促的敲门声。那是宋老太在试探，这老太太出了名的眼尖鼻灵，最爱打听别人家里的油水。我给我妈使了个眼色，王桂兰赶紧把肉碗藏进柜子，抹了一把嘴上的油，开了个门缝。宋大婶儿，家里没生火呢，正打算喝点南瓜汤对付一口，哪来的火种？宋老太探头探脑往里瞅，鼻子使劲嗅，可我妈早把胃散的差不多了。我怎么闻着一股子肉腥味儿？您是饿花眼了吧？唉，这年头树皮都快啃光了。哪来的肉？打发走了宋老太，心底却更警惕了。昨晚一夜没睡，我下地的时候确实有点打不起精神。村里的计分员是赵美凤，她是赵德昌的亲妹子，仗着姓赵，在村里鼻孔朝天。下工的时候，赵美凤今天不仅扣了5分，连你媳妇儿前天的分也少记了2分。只要外姓人一条心，她这位置坐不稳。我压低声音给宋老师出了个主意，让他回去跟他妈宋老太念叨念叨。宋老太虽然可恶，但在维护自家利益上，果然第2天，宋老太就因为公分的事，在大队部跟赵美凤厮打起来，闹得不可开交。趁着混乱，我也在旁边煽风点火，引得那些憋屈了很久的外姓村民纷纷倒戈。赵德昌最后没办法，为了平息众怒，只能暂时停了赵美凤的职，说要重新选人。到了入夜，我给送了他5斤大米，就把驴签给了我。远志，这时候出门多加小心。放心吧，郭哥，我有数。这次我和爹轻车熟路，有了毛驴车，运鱼省力多了。我们在暗河里又起了一网，谁也不敢担这个谋杀生产力的责任。赵德昌被叫到乡公社时，那脸阴沉的吓人。他看着那一张张盖了县医院大红公章的收据和诊断书，半天憋不出一句话。赵家商量了半宿，最后决定先礼后兵，哪怕出大血也要把这事平了。当晚，赵德昌沉着脸对大哥赵万才说：“哥，这事儿要是林家不改口。”赵万才这个族长平日里最看重名声，气得烟袋杆子在桌上敲得震天响。赵万才心里也清楚，他儿子铁柱那是为了帮赵德昌抢水才动的手，这钱不能光让他这一方出。第2天，赵德昌阴着脸带着赵万才拎着点心来到了医院病房，我正闭着眼在那儿假装昏睡，林德厚挡在病床前，一副要拼命的架势。林兄弟，铁柱那是年轻气盛，你看这事儿闹的，大家都是乡亲。赵德昌强挤出一丝笑，我慢吞吞地睁开眼，从枕头底下抽出一张印有大红公章的重伤鉴定书，冷冷地看着他。这伤可能一辈子都治不好，我就想问问。赵万才的脸颊抽动了一下，他猛地转过头，对着赵德昌怒喝一声：“看你教出的好后辈，还不赶紧给林家赔礼道歉！”最后，在族长赵万才的施压下，赵德昌不得不从怀里掏出厚厚一叠大团结，整整400块钱赔偿金。不仅如此，他揉了揉眼睛，心想：远志这小子真是神了。这赵德昌平时看着一本正经，背地里竟然跟自己的亲侄媳妇搞在了一起。郭守义屏住呼吸，继续盯着。大概过了1个多小时，屋里突然传来一阵轻微的婴儿啼哭声。郭守义愣住了。孙巧云家那个老大，不是早送回娘家了吗？他悄悄往前挪了几步，贴在床根底下。只听见屋里传来赵德昌不耐烦的声音：“这蝶种怎么还没死？当初是让你扔远点吗？那是我的亲骨肉，我哪舍得真弄死？”孙巧云压低声音哭着：“我把它包好了，扔在那大黑狗出没的地方，想着这就是他的命，谁知道被远志那短命鬼给救了。”赵德昌压着嗓子低吼：“这孩子腰上的胎记跟他老子我一模一样，要是让人瞧见了，咱俩都得去吃枪子儿。明天开大会，把这祸根给处理了。”郭守义在窗外听得浑身冰凉。说你偷了他的孩子，还污蔑你对他图谋不轨，然后赵德昌就带着赵家兄弟起哄，直接把你绑了送公社。赵万福还说了，只要能把你送进去，他们家愿意出200块钱打点。林德厚刚从院里劈柴进来，一听这话，手里的斧头哐当一声掉在地上，脸都气白了。这帮天杀的畜生，上辈子害了咱全家，这辈子还想玩阴的，我今天非拿锄头劈了他们不可！爹，你别冲动，我一把拉住他，硬拼只会落了他们的圈套。今天这局，咱们不用动手，只用张嘴，就能让赵家永世不得翻身。我凑到他们耳边，把早就盘算好的计划仔仔细细说了一遍。郭守义越听眼睛越亮，最后狠狠一拍大腿：“远志，我就服你这脑子！今天我倒要看看赵德成那老东西怎么收场。”8点整，大队部操场已经挤得人山人海，大旱天里，村里人本来就没什么活计，可偏偏出了个害群之马。他伸手一指我：“
嗓门陡然拔高。远志，前几天你从外面抱回来一个来路不明的女婴，村里人都以为你是心善，可谁知道这孩子根本就是你拐来的。不仅如此，你还对本村妇女图谋不轨，耍流氓耍到咱们赵家头上来了。今天我就要替公社，替全村社员好好审审你这个混账东西。这话一出，台下瞬间炸开了锅。宋老太挤在最前面，立刻就跟着起哄。我就说孩子来路不正，果然是拐来的。远志这小子看着人模人样的，背地里竟干这种缺德事儿。赵家的人立刻跟着附和，骂声一片，还有几个赵家的后生撸起袖子就想冲上来抓我。都给我站住！我一声冷喝，声音不大，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地定在了赵德昌的脸上。赵德昌的脸瞬间从红变白，又从白变青，他指着我，浑身都在抖。你胡说八道，血口喷人，我撕烂你的嘴！你胡说！我朝着台下喊了一声：郭守义，把你昨晚看到、听到的，当着全村老少爷们的面，一字不落的说出来。郭守义大步走上台，手里拿着那份按了手印的证词，高声念了起来。从赵德昌半夜敲开孙巧云的门，到两人在屋里的对话；从赵德昌让孙巧云扔掉孩子，到两人密谋今天在大会上反咬我一口，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。台下的人眼睛越睁越大，嘴巴也越张越大。谁也没想到，平日里一本正经的村长，竟然跟自己的亲侄媳妇搞在了一起，还生了孩子，甚至为了掩盖丑事，要亲手弄死自己的亲骨肉。你放屁！郭守义，你污蔑干部，我要去公社告你！赵德昌歇斯底里地吼着。我蹲下身，看着他满脸是血的样子，眼神冰冷。赵铁军，是你们赵家先惹的我。上辈子你们把我全家赶到牛棚冻死，这辈子赵铁柱差点打死我爹，赵德昌想把我送进牢里，现在你们又半夜带刀上门，你说这笔账咱们该怎么算？我没跟他们多废话，直接让郭守义把人绑了。天一亮就直接送去了公社，私闯民宅，失窃行凶，就算没造成人命，也够他们喝一壶的。公社的人本来就因为赵德昌的事对赵家没什么好印象，一看这情况，直接就把赵铁军、赵铁牛兄弟俩关进了拘留所，等着后续处理。经此一事，赵家算是彻底垮了。家里的男丁抓的抓，病的病，剩下的老弱妇孺连门都不敢出。可我还是没掉以轻心，我知道赵家就算只剩一口气，也会想着咬我一口。果然没过3天就出事了。那天早上，村里人去公井挑水，刚打上来1桶水，就发现水里飘着死老鼠。我妈竟然直接从家里偷摸带了个小锅和碗筷下来，就用暗河里的活水，就在溶洞里支起架子，熬了一锅奶白色的鲶鱼汤，没放什么佐料，就撒了一把粗盐，那香味却鲜得让人想掉眼泪。在这个人人都喝泥水的旱年，我们一家3口围坐在地下溶洞里，喝着滚烫鲜美的鱼汤，吃着又嫩又鲜的鱼肉，大家香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。我妈一边喝一边说：太香了，真的太香了。回头我给秀英他们再煮一锅，让那味道散一散再拿上去，绝不能让外人闻着一点腥味儿。我看着那黑乎乎的河水，心里盘算着怎么让赵家把欠我们的都还回来。爸，待会儿咱们把这鱼收拾一下，今晚带你去个好地方。我一边说，一边把屋里的铺盖卷了起来，露出下面那个沉重的活板门。林德厚正蹲在床边抽旱烟，听了我的话，手抖了一下，烟灰落在脚面上都没察觉。远志，真要今晚去，这外面巡逻队查得紧，要是被抓着，大旱之年，鱼就是金子，错过这阵子，价儿就跌了。我打断了他的话，神色坚决。我先在地窖口铺了几层厚厚的油布，防止鱼身上的粘液蹭脏了被褥。那是家里的命根子，弄上一股子土腥味，妈非得念到半年不可。我和爹合力从床底下的暗河里捞上200多斤鲶鱼，这些鱼个头极大，在蛇皮袋里死命蹦的，拍得地面啪啪直响。我们费了9牛2虎之力，才把一袋袋沉重的鱼从狭窄的地窖口拽上来。林德厚勒紧了腰带，帮着我把鱼搬上后院那辆破旧的独轮车，车上先垫了厚厚的稻草，鱼放上去，再盖上一层黑漆漆的旧棉被，最后压上几捆干柴，从外面开，这就是一车普通的柴火。走吧，爹，咱找小路。我前面拉着绳子，爹后面推着车，但爹的脚步比去时轻快多了。天刚蒙蒙亮，我们终于进了家门。王桂兰一直没睡，正坐在门槛上掉眼泪，一见我们回来，急忙把门关死。回来了，没遇着事儿吧？林德厚喜得满脸通红，把怀里的白面往桌上一搁。媳妇儿，快煮饭！今天咱全家人1人1个煮鸡蛋，再熬大米粥。那一整天家里都没开大门，我妈把门窗缝隙全用破布头塞死，生怕香味飘到隔壁宋老太家去。锅里卤着从黑市带回来的大猪头，辣椒和八角的香味在狭小的屋子里乱窜。白米饭盛在碗里，白生生的，上面铺着肥腻腻的猪头肉，看得2个妹妹林春燕和林秋月口水直流。快吃，别出声。还没吃2口，隔壁就传来了宋老太那破锣嗓子的骂街声。这时候还吃这么香，馋死人不偿命的东西！我看了一眼积分簿，顿时火了。
赵美凤，凭啥别人干同样的活是10分，你给我记8分？赵美凤斜了他一眼。你昨晚干啥去了？一天到晚没精打采的，一看就是偷懒。给你8分，那是照顾你，不服去乡里告我啊！周围几个赵家的壮劳力也哄笑起来，故意冲我吹口哨，我没吭声，心里却冷笑。这赵美凤在村里早就不得人心，不少外姓人都被她扣过分。回家的路上，我悄悄拽住了宋老师。宋老师是宋老太的儿子，任老师，但他媳妇杨秀英可是读过书的，以前还是知青。宋哥，我看嫂子那算账的本事不比赵美冲强100倍。这继父员的位置，本该是谁识字谁干，凭啥让个小学没毕业的站着？宋老师愣了一下，摸摸头。咱家姓宋，争不过赵家。那可不一定。这次全是挑的大个的，足有300多斤。快到黑市的时候，天突然阴了下来，凉风嗖嗖的。刚把摊子支开，那个穿红围巾的姑娘又出现了。她长得确实鲜艳，那双丹凤眼在黑夜里亮晶晶的，像是会说话。老板，给我来2条最大的。我爷爷病了，想口鲜汤喝。她声音清脆，透着一股子焦急。我没多废话，挑了2条最肥的鲶鱼给她，足有30多斤。拿好了，这鱼有灵气，吃了准保身体好。我开了个玩笑，那姑娘看着我，眼底露出一抹笑意。谢了，我叫沈清哥，要是还有这么好的鱼，下次给我留着。我看着她跟在一个瘦高男人身后，消失在废品堆后面，心里泛起一丝异样。这一趟鱼全卖光了，钱袋子又沉了不少。临走前，我在废品站的一个旮旯里看到个老太太正守着个竹篮子抹眼泪，篮子里全是毛茸茸的小鸡仔，叽叽喳喳的。老人家，这鸡怎么卖？3毛钱一只，求你买几个吧，家里真没粮了。我看他可怜，手上的裂口深得吓人，干脆一挥手，我全要了，25只，给您7块5，剩下的不用找了。别，大娘别这样！老太太感激的差点给我跪下。回程的路上，驴车上驮着200斤粮食和25只小鸡，还有一大堆棉布和油盐酱醋。林德厚一边赶驴一边数落我：“你这孩子心太软，这年月自家都顾不过来，还买这么多鸡，回头那得费多少粮食？”我笑了笑，没反驳。只有我知道，这干旱虽然还要闹一阵，但我的地下暗河里有的是水，后院很快就能种出菜来。到时候鸡有虫子吃，人有肉吃，这日子只会越过越红火。快到家时，东方已经露出了鱼肚白。我看着远处渐渐清晰的赵家村，心里默默念了一句：“爹，妈，这辈子咱家再也不当牛马了。”下驴车搬东西的时候，我特意放轻了脚步，可还是听到墙角那有人猛地咳嗽了一声。这声咳嗽在死寂的夜里格外扎耳，把林德厚吓了一大跳。他急忙护住车上的麻袋，向四处张望。好在周围静悄悄的，并没有哪家亮起煤油灯，也没见着手电筒的光晃动。父子俩这才松了口气，蹑手蹑脚地进了院子，把所有货物一股脑搬进了屋里，反手死死拴上了门。王桂兰见爷俩平安回来，这才点了一盏昏暗的小灯，一眼就瞧见了桌上那个亮闪闪的搪瓷罐子。她稀罕的不行，伸手摸了又摸，压低嗓子说：“这罐子真好看，拿来装猪油可是顶好的东西。赵家村那些长舌妇见了准得眼馋死。”我把买回来的东西一件件摊开说：“一人一双，不硌脚，做新衣裳。”最后，我从篮子里小心翼翼地捧出那些毛茸茸的小鸡仔，它们还在叽叽喳喳叫唤。趁着天黑，塞到后院母鸡窝里去，看那老母鸡能不能带得动。老母鸡带小鸡儿，天生的本事。王桂兰看着满篮子的小家伙，眼睛里全是笑意。这小东西好啊，养大了能下蛋，鸡蛋能换钱，咱家的日子可算是有盼头了。农村人眼里，只要家里有活物在跑，心里就踏实，好像啥困难都能迈过去。爷俩今晚回来的早，王桂兰特意钻进灶房，又给我们煮了2个滚圆的红皮鸡蛋。趁着村里人还没睡醒，她又带着我钻进床底下的溶洞，在暗河边上把我买回来的板油切碎，大锅架起来，火光一映，白花花的猪油就炼了出来，满溶洞都是一股子勾人的香味。王桂兰还做了一大盘油炸的面疙瘩，心里心疼男人和娃辛苦，一狠心在上面撒了一大把珍贵的红糖。趁热吃，多吃点儿。这一晚上没合眼，熬得也苦，可不能把身体给累垮了。等面条出锅的时候，碗里握着一颗荷包蛋。王桂兰又挖了一大勺刚炼好的猪油，撒上一把清脆的葱花，那手擀面被猪油一润，根根顺滑，吃一口进嘴里，满腔都是浓郁的香味，让人从心底里觉得满足。赶紧眯一会儿，天亮了还得去上工，别让人看出破绽。王桂兰叮嘱了一声，转头就忙着去伺候那窝小鸡和母鸡了。早上去水渠大坝上工的时候，我碰到了宋老师，他老远就递过来一只皱巴巴的劣质卷烟。宋老师看着四下无人，凑到我跟前小声说：“远志，昨天赵德昌把我们2口子找过去了，多亏了你出的主意，
杨秀英当上计分员的事儿稳了。他一边说一边道谢，眼里全是感激，说要不是我，他们家这辈子也争不过赵家。我笑嘻嘻的回了一句，那也是嫂子自己识字有文化。等嫂子当上了计分员，你们家的工分再也不会被赵美凤乱扣，日子肯定越过越好。我这回确实有点累，昨晚没合眼，想着家里还得打土辟围院墙，光靠我爹一个人不行。于是我跟村里几个平时关系还行的汉子商量，说让他们明天散工后去我家帮个忙，晚上一人一顿管饱的晚饭。大家一听有荤菜，还有白米饭吃，个个眼睛冒光，拍着胸脯答应明天准时过来。下午上工的时候，计分员果然换成了杨秀英，我的工分顺顺利利的继承了满分10分。下工后，我把毛驴牵出去喂饱了，又悄悄拎了几个大鸡蛋还给郭守义。郭守义接过鸡蛋，朝四周瞅了一眼，突然压低声音跟我说，元志，你留个心，我听说公社那边赵德昌在找人通路子，找铁柱估计用不了几天就要放回来了。我听到这消息，心里咯噔一下，但脸上没露声色。回到家里，我把这事跟父母一说，林德厚气的当场就蹦了起来，嘴里骂骂咧咧的：“赵铁照那畜砸碎了，这就能放出来？我非找他不可！”我一听头都大了，我赶紧一把拉住他，压低声音说：“硬碰硬，咱家吃亏。赵家在村里根深蒂固，咱得换个法子。”我凑到他耳边，把藏在心里许久的连环计仔仔细细说了一遍。晚上9点多，正是村里最安静的时候，林家小院里突然传出一声惨叫，紧接着就是我妈惊天动地的哭喊声：“救命啊！我儿没气儿了！”不少人家都点起了煤油灯，邻居们披着衣裳跑出来看热闹。第二天一早，消息就被宋老太传遍了整个村子，说林家的小子昨晚头疼的满地打滚，连话都说不出来了。王桂兰哭着到处求人用车送我去医院，最后是赶车的丁老六心软，帮着把人拉走了。上工的时候，丁老六还心有余悸地说，那林远志脸色白得跟纸一样，跟林德厚一起抬上拖拉机时，人都是软的。这下全村人都知道了，我被赵铁柱那块砖头砸出了大毛病，一直拖到了现在。村里的老人们都在那儿摇头叹气。脑袋那是能随便砸的地方吗？年轻人当时硬撑着干活，这病根一发作，怕是要了命。其实这回我已经躺在县城公立医院的病床上，满鼻子都是刺鼻的消毒水味。我妈王桂兰给拖拉机付钱的时候，手都在抖，心疼的不行，但她还得配合我演戏，一边给钱一边抹眼泪。医生见我捂着脑袋直哼哼，说前些天被砖头重重砸过。医生当时就严肃起来了，当即安排了各项检查。这年头的医生也单纯，看我反应那么剧烈，加上我爹在一旁哭丧着脸说家里穷，实在受不了才来。医生直接在病历上写了疑似严重脑震荡，颅内受损待查。我爹按照我的叮嘱，把那些盖着大红公章的诊断证明和各种收据一张不落全藏进怀里。这就是咱家的护身符。我在医院住下了，老爹当着医生的面大声喊着，大夫一定要用最好的药，哪怕砸锅卖铁也要把娃治好。我们会尽力，您别太激动。住院这2天，又是打针又是吃药，那缴费单子一张接着一张。我爹妈见病房没人的时候，就赶紧去乡公社那闹，尤其是守着关押赵铁柱的拘留所。王桂兰坐在公社大门口，拍着大腿哭喊着，这天柱打死人了，杀人犯要抵命。他说我正在县医院抢救，2天就花了200多块，这数目把公社的工作人员都给听傻了。1975年的200块，那是多少家庭10年的积蓄，是一个正式工1整年的工资。公社本来打算过2天就把赵铁柱放了，这下子风向全变了。这鱼实在是太贵重了，我谎称是上次去县城看到有卖活鲶鱼的，不要票还不贵，就买了几条回来养着，送过去给他尝尝。郭守义知道这鱼难买，今年大旱，水都没了，又哪来的鱼啊？但他家好久没吃鱼了，也就没有过多矫情，高兴的把郭大爷喊来一起喝酒。吃饭时桌子上有白米饭，还有一大锅鲶鱼炖豆腐，看着就让人有食欲。郭守义张罗着喝酒，顺便问起赵铁柱的事。他说，赵德昌虽然赔了钱，但心里肯定憋着坏。赵家村当官的都姓赵，以后难免会被穿小鞋。可我却并不这样想。赵家再狠也不敢杀人放火，我自己注意点就行。你小子比我想得开，伤人打成脑震荡，关个1年半载没问题，关3年都有可能。闻言我看了看四周，又凑在郭守义耳边小声说了自己的计划，希望他能帮我。我离开的时候天已经黑了，郭守义把我送出门，一直送到看不到人影为止。他回到家里，一颗心还砰砰直跳。他看到叔叔还在家，一副若有所思的模样，忍不住擦了一把汗，有些紧张地看了一眼叔叔。看你那出息，人家敢说，你咋就不敢做？我觉得他的想法很好，你不妨试试，反正对你也没啥损失。郭大爷这话一出，郭守义不住的点头。叔，你说的对。我回到家就看见父亲正在生气，一问才知道，原来林德厚在村口碰到了赵铁柱的哥哥赵铁军，被对方拦住一顿谩骂，说咱家讹了赵家的棺材本，两人差点打了起来。幸好当时有不少村民帮着拉着，否则林德厚说不定要吃大亏。我板着脸把父亲训斥一顿。咱们家下面有那条暗河，发财过上好日子的日子快了。
你的命可贵着呢，犯得着和那些破碗碰吗？这事儿得听我的，我自有安排。林德厚还有些不高兴，但是被我妈王桂兰瞪了一眼后，只有生闷气了。毕竟这地下暗河是我发现的，儿子有主意，听他的准没错。晚上林德厚念叨着：“家里钱这次花了不少，要不再去卖点鱼？”暂时不去了，明天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做，顺便把院墙都得赶紧修好。这也是大事。我有自己的主意，这个关键时候肯定有人注意到我家，特别是赵家人，还是先拉拢住郭守义更靠谱。第二天我要去乡里，赵德昌脸色难看的要命，看我的眼神恨不得吃人。村里要是多几个像我这样的刺头，他的工作就没法开展了。杨秀英给我记工分的时候，心底都替我担心，怕赵德昌回头报复我家。我出村没多久，就碰到赶着毛驴车的郭守义，他是特意来等我的。路上郭守义问我：“你有把握吗？”“几成？”“足有7成以上。你要是配合，8成就够了。”我一脸坚定地说道，这让郭守义的心都火热起来了。他看着我还是有些犹豫，毕竟我昨天说的事情有点让人不敢置信。你到时候听我的就好，反正你没啥损失。我笑了一声，在路上很快和郭守义达成了一致。郭守义对于乡政府比较熟悉，他打听了一下赵铁柱的案子，并且把办事的人跟我介绍了一下。我向工作人员反映，赵家人赔了钱后还不消停，昨天还拦路威胁我父亲。我表达了自己的意思，那就是对赵铁柱绝对不和解，一定要让他长记性。这个案子有点严重。乡里的工作人员很快告诉了我们答案，赵铁柱这回怕是要送到县里受审了。而郭守义则表示这是他叔，他来跑一跑就好，让我直接等消息。果然等到我回村后一天，就有消息传出来，赵铁柱被送到县里去了，据说要判刑。听到这个消息，赵家人这下彻底慌了。我正在看父亲带着几个村民修院墙，赵德昌来了，一起的还有赵万才。赵万才手里还拿着一个竹子编成的笼子，里面放了一包糖、一块肉，还有我之前带回家的那个新搪瓷罐子。这礼物算得上是特别贵重，可我都没看一眼，直接说很忙，连门都不让人进。赵德昌立刻黑了脸，心底暗骂我一家人给脸不要脸。赵万才倒是挺会说话，铁柱他呀，年少气盛，希望林家能去乡里撤个诉。林德厚听着这些软话，气消了一半，正想招呼人进屋坐，就被我拦住了。赵德昌气呼呼地坐在椅子上，那副牛逼哄哄的样子也没了，喝口糖水，脸色才好看一点。他注意到我家连孩子喝的都是糖水，心里一沉，觉得这次谈事不会顺利。林家比想象中要有钱多了。果然，在赵德昌试探着想让咱家退一步的时候，我冷哼一声：“你们赵家要是真有诚意，前2天就不会拦路骂我父亲，这事儿没得商量。铁体柱得去坐牢。”我话音刚落，赵德昌再也忍不住：“你个小毛孩子，毛都没长齐就知道乱说话！”赵德昌发火的样子让我立马来了脾气。赵德昌，你以为你这个村长还能当多久？真把村里当你家了。这话一说，赵德昌脸色都变了，林德厚也吓了一跳，万万没想到我敢直接顶撞村长。赵万才看着情况不对，拉着赵德昌走了。走的时候，连东西都被我塞了回去。给脸不要脸，走着瞧！赵德昌说话的声音很大，外面帮工的人都听到了，大伙儿都在劝，说得罪了村长没好果子吃，毕竟这村里还是姓赵的说了算。妈，你别担心，好好把晚饭准备好，别让乡亲们说闲话。这会儿帮工管饭有讲究，白米饭不能掺杂粮，菜的油水要足，不然名声就坏了。行，妈知道了。王桂兰准备了6个菜，辣椒炒鸡蛋、萝卜炖猪肉，还有一锅豆腐鲶鱼。这菜端上桌，帮工的人口水直流。你家这真是舍得呀！这个年景咋还有鱼？宋老师干活麻利，看到这大鱼十分惊讶。王桂兰按照商量好的说辞，说是县城买回来养着的，大家也就没再怀疑。吃过饭，丁老头的儿子丁老六过来说，想请王桂兰过几天去帮着做顿饭，因为他家要看家迎亲。王桂兰当即答应了。所有人忙碌了几天，我家的院墙就修好了，足有2米高。林德厚从郭大爷家弄了许多仙人掌，种在墙头上，这样别人也不敢翻墙。我心里顿时有了安全感。可赵德昌那边不乐意了，他一直琢磨着给我穿小鞋。这天天没下雨，村里水井都干了。赵德昌在大会上宣布，要让我去做最危险的活，用炸药去山涧炸石头取水，那活搞不好要死人的。赵德昌这就是明摆着要报复。你要是不去，今年的工分和粮食就别想要了。赵德昌冷着脸威胁道。我不慌不忙地站出来提议，既然山涧有水，说明地下水源丰富，不如在村里挖井，比炸山稳当。我支持远志，挖井比炸山稳当，至少不会出人命。我也觉得挖井可行，山涧有水，说明地下水源丰富。让远志试试，不行再说。赵德昌没办法，给了我半个月时间。要是找不着水，就必须去炸山放炮。
接下来的日子，我带着父亲和郭守义在村里转悠。我故意选了一口离家不远的废井，打算往下深挖。为了防着赵德昌搞鬼，我下井的时候上面必须得是我爹守着。连着挖了1-2天，井底还是干巴巴的。不少村民开始说风凉话，说挖井要有用。早就出水了，我没理会，我拼命往下刨。突然我挖到了几块红色的石头，这颜色我太熟悉了。挖暗河的时候就见过这种土层。爸，快下来换我，下面有红石头了！我兴奋地喊道。林德厚听到后精神抖擞，爷俩轮换着挖了一整天。傍晚时分，井底突然传来林德厚惊喜的喊声：“有水了！出水了！”这一嗓子让围观的村民全沸腾了，大伙儿疯了似的往井边挤。林德厚被大伙儿围在中间，让英雄一样请了上来。有人送水，有人打晒，他从来没这么风光过。我也在旁边笑眯眯地看着。这下子赵德昌的算盘算是彻底落空了，全村人都举着火把守到半夜。水已经涨上了1米多深，这可是救命的水啊！郭守义高兴坏了，非要请我们父子喝酒。郭家杀了一只公鸡，还炒了一盘腊肉，喝口小酒，吃着紧实的鸡肉，那叫一个美。郭守义不住地夸我有本事，又悄悄问我下一步该咋办。他现在对我那是佩服的五体投地，一心想着怎么把赵德昌从村长的位置上拉下来。郭哥，这都不算啥，你听我的，再加把火，这村长就是你的了。我看着郭守义笑着说了一句，一边吃饭的林德厚都听愣了，直觉我这胆子是越来越大。赵德昌当村长已经好多年了，在赵家村那一带，他的话就跟圣旨差不多。谁能想到会有被一个小辈逼到这份上的时候？如今村里水井出了水，我爹林德厚和郭守义成了英雄，赵德昌的威信却跌到了谷底。王家院子里，郭守义正陪着我爹喝酒，桌上摆着一盘咸鸭蛋和一碗油炸花生米，郭大爷也在旁边凑趣。有了这口水井，以后赵家村的日子就好过了。听说城里有那种水管子，一拧开关自己就出水，也不知道这辈子还能不能瞧见那光景。郭大爷感慨了一句，林德厚也跟着搭腔：“去县城好啊，啥都有卖的，好多玩意儿我这辈子都没见过。”其实他心里惦记的是去县城能卖鱼赚钱，这买卖比在村里土里刨石强。这一顿酒一直喝到晚上7点多。离开时，郭守义专门送了老远。回去的路上，林德厚一直犯嘀咕：“远志，你跟郭守义在那儿合计啥呢？我看他那眼神有点不对劲儿。”我们在商量怎么把赵德昌拉下马。我压低声音说：“这人不地道，他当村长，村里人迟早得被害死。我看郭守义就挺好，把他推上去正合适。”林德厚吓了一大跳：“这话可不敢乱说。再说，你能行吗？”“行不行？爹你等着看就是了。”我见他不信，索性打了个哈哈。反正咱家这院墙都修起来了，在院子里说话做事都稳当。此时赵德昌家里还没关灯，赵万才正坐在他哥家里喝酒，气氛却沉得吓人。大哥，那400块赔了就赔了，但铁柱要是真被判了刑，咱赵家这辈子可就毁了。赵德昌叹了口气。赵万才心里也后悔，儿子赵铁柱太冲动，被人抓住了现行。他叮嘱赵德昌，必须得搞定林家，用钱用权都行，只要能让林家松口去县里撤诉，回头想收拾林家机会多的是。当晚，趁着大家伙都在议论水井的事，我和我爹借了郭守义的驴车，驮着几百斤鲶鱼泥鳅去了黑市，生意出奇的好，连经常买鱼的沈清哥都提前订了货。可就在我买完粮食回来的路上，路过一处黑胡同，突然看见一只大黑狗叼着个襁褓在跑，我冲上去赶走黑狗，救下了一个满脸发紫的婴儿。正是沈清哥帮着我把孩子送进了医院。这女娃命大，要是再晚半小时就冻死了。我看着孩子可怜，想着家里日子宽裕了，便决定抱回村养着。安安回村这天，邻居宋老太闻着味，就探头探脑的跟进了院子，一眼瞧见了我怀里的小娃。哟，远志，这哪儿来的野种？没名没分的也敢往家里带？宋老太那破锣嗓子在院里炸开了，我妈王桂兰还没来得及解释，宋老太就仗着辈分高，一把掀开安安的襁褓，想看个新鲜。正好安安在蹬腿，腰间那块红得发紫的掌心胎记露了出来。宋老太脸上的横肉猛地一抖，整个人像是见了鬼，指着那胎记打哆嗦。这手印子，这掌心印子，我的天哪！我也愣住了。宋大婶，你这是咋了？宋老太连退3步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嘴里神神叨叨的嘟囔：“造孽呀！20年前赵德昌的姘头死的时候，身上就有这么个一模一样的手印子，说是被赵家那死鬼爹亲手按上去的，冤孽呀！这玩意是赵家的种啊！”我心里咯噔一下，看着怀里的安安，想起了前世村里那个尘封多年的荒唐秘密。我顺手摸了一下安安后背腰间的位置，这孩子的皮肤嫩得很，但在后腰呢，却有一块指甲盖大小黑紫色的胎记。那胎记的长相奇特，细看就像是一个小小的手巴掌。村里的老人常说，带这种印记投胎的孩子，那是前世受了屈，被判官一巴掌拍下凡间的。也不知道这传言是真是假，我只觉得这孩子命苦。我把安安带回家的消息没多久就在全村传开了，不少吃饱了没事干的人都跑到我家来看热闹。我也没藏着掖着，大大方方地说是在大黑狗嘴里捡回来的。我也放了话，
要是谁家知道这孩子的父母是谁，麻烦给传个信。可话音刚落，门外就传来一道酸溜溜的声音：李家远志是不是被打坏了脑子？怎么捡回来这么个赔钱货？我看啊，这孩子指不定是哪家见不得人的种，才会被扔进荒地喂狗。说这话的是隔壁的宋老太，她正扶着墙根，三角眼里满是不屑。我母亲王桂兰一听这话，脸上的笑意顿时僵住了，把安安搂得更紧了些。杨大婶，你这嘴咋就吐不出个好牙呢？没这些你嘴里的赔钱货，你家那些儿孙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。我家多了口人是喜事儿，不劳您在这操心。我妈平时脾气极好，最是看不惯重男轻女的那一套，自己2个女儿疼得跟眼珠子似的。如今见这宋老太把刚救回来的小生命说得一文不值，自然是半点脸面也不给。宋老太气得老脸通红，把那拐棍往地上一杵，嗓门又高了几分。我没说假话，你看你家儿子是个混子，3天2头往外跑，男人又是这副老实样，自家都快揭不开锅了，还养个拖油瓶，以后出嫁还得赔嫁妆，不是赔钱货是什么？宋老太这阵子心里憋着火，她儿媳妇杨秀英刚当上积分员，最近忙着上工对账，没时间在家受她的气，也没人陪她吵架。这不，一瞧见我妈较真，她这吵架的兴致立刻就上来了。可我也不是吃素的，直接从屋里跨步出来，冷声说道：宋奶奶，我家养不讲活，吃的是我自家的粮，喝的是我自家井里的水，可没去你家灶房揭锅盖。您要是实在闲得慌，回屋数数您家还剩几颗红薯，别在这讨人嫌。宋老太被我噎得够呛，指着我的鼻子想骂，正好他儿子宋老师下工回来。宋老师是个明白人，见自家老娘又在惹事，赶紧跑过来，不由分说的把人往回拽。杨秀英也一脸尴尬的跟了过来，连声给林家人赔不是。杨秀英这人不错，以前是知青，识字也明理。她走到我妈身边，看着襁褓里的安安，眼神里透着股温柔。婶子，我婆婆那脾气你也知道，别跟她一般见识。正好我这2天奶水还足，要是你们忙不过来，或者安安没吃的，尽管抱到我那儿去，我帮着给喂2口。秀星，多谢你了。王桂兰拉着杨秀英的手，叹了口气。你有空也劝劝宋老师，你婆婆爱生事儿，你们小2口的心得往一处使，别让老太太把家给拆了。杨秀英低着头，神色有些落寞。婶子，我都知道，我想着分家，可宋老师总觉得弟弟还没娶媳妇儿，想再帮衬几年。他是个孝子，就是苦了我们娘俩。王桂兰给杨秀英支招，2口子在被窝里多合计合计。宋老师是个好后生，会体谅你的。送走了杨秀英，天色已经完全黑透了。我趁着夜色摸到了郭守义家。这回郭守义刚吃完饭，正坐在院子里抽旱烟，见我来了，神色立马变得严肃起来。我记得前世村里有传言，赵德昌跟他的侄媳妇孙巧云有些不明不白。这孩子既然腰上有一样的胎记，盯紧孙巧云肯定没错。我们进了里屋，我从怀里掏出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一个名字，孙巧云。我把纸条递给郭守义，低声说：郭哥，这几天辛苦，你盯着这个女人，重点看谁半夜会去她家，要是有发现，立刻告诉我。这事儿要是办成了，你这民兵连长的位置，没准就能再往上挪挪。郭守义看着那个名字，瞳孔猛地缩了一下，有些不敢相信地看着我。远志，你确定这孙巧云可是赵家的侄媳妇儿，赵铁柱的亲嫂子？她男人还在外面修渠呢，你让我盯着她，这要是传出去，咱是干大事的，不拘小节。我冷笑一声，赵家这回想让咱家吃哑巴亏，咱们就得挖出他们的烂根子，你就说你干不干吧。郭守义一咬牙，狠狠拍了下大腿，干！老子信你这一回。就在我跟郭守义密谋的时候，另一边的赵家兄弟也正坐立不安。赵万才和赵德昌这2天已经商量了2次，赔偿款都加到400块了。可我这边一直没松口，这让赵德昌这个当村长的觉得很没面子。大哥，要不来硬的？赵德昌狠狠嘬了一口烟，眼里闪过一丝狠厉。林家那几个孩子，随便弄一个吓唬吓唬，不怕林德坑不松口。到时候咱们再出去装个好人，这事儿不就平了？糊涂！赵万才直接骂了回去。现在全村都在看林家的那口井，郭守义也跟他们走得近。你要是这时候动粗，不是给那姓罗的送把柄吗？再等等，明天我再去谈谈，实在不行就多给点钱。赵德昌憋了一肚子火，从他大哥家出来时，外面黑得伸手不见五指。他本来打算回自己家，可走了几步，心里那股子烦闷和邪火压不住，干脆转了个身，往村后头一排偏僻的平房走去。他在一扇摇摇欲坠的木门前停下，轻轻敲了3下。乔军，是我。屋里的灯很快亮了，虽然调得很暗，但在这黑夜里格外扎眼。孙巧云把门拉开一条缝，见是赵德昌，脸上顿时堆起了腻人的笑，赶紧把人拽了进去。接着屋里的煤油灯就灭了，藏在不远处草垛后的郭守义惊得差点咬掉舌头。这赵德昌真不是个东西，连亲儿子都要杀。他见赵德昌正要出门，赶紧猫着腰退回了暗处。等到赵德昌走远，郭守义马不停蹄地跑到了我家。
硬是把我从被窝里喊了起来。听完郭守义的话，我心里也有了底。安安腰间那个胎记竟然是赵德昌的遗传。我拍了拍郭守义的肩膀，沉声说：“郭哥，证据确凿了。明天的全村大会，咱们不仅要救这孩子，还得把赵德昌这身皮给扒下来。接下来的事儿，你听我的安排。”送走郭守义后，我回到里屋，安安还在熟睡。我看着他那张还没长开的小脸，轻轻给他换了块干净的尿布。这孩子以后就姓林了。至于赵姓，他这村长的好日子到头了。与此同时，县城的沈清哥也正烦着，家里给他介绍了厂长的儿子吴天赐。那人仗着家里有钱，天天像只苍蝇一样在沈清哥身边转悠，吹嘘自己能弄到多少紧缺的工业圈。沈清哥皱着眉头说：“你要是没别的事儿，就先回去吧，我还有报表要对。”说完也不等他搭话，直接转了身。天刚蒙蒙亮，赵家村大队部的土喇叭就吱呀响了起来。赵德昌那副惯常拿腔拿调的嗓子，隔着半条村都能听见。全体社员注意，今早8点，全体到大队部草场开大会，一户不许落。我正给襁褓里的安安换尿布，小家伙昨晚睡得安稳，小脸红扑扑的。见我逗他，还挥着小拳头咯咯笑。王桂兰端着一碗冲好的米糊进来，见这光景，脸上的笑就没停过。可一听见喇叭声，眉头瞬间拧成了疙瘩。远志，这赵德昌怕是没安好心，这大会指定是冲着你来的。他把碗放在炕沿上，伸手轻轻摸了摸安安的小脸蛋。昨天郭守义来送信，说赵德昌连夜找了赵万福和赵家那帮兄弟，关起门来嘀咕了半宿，指不顿憋着什么坏神呢。我把安安裹好递给我妈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。赵德昌那点心思，我闭着眼都能猜透。他知道我手里攥着他和孙巧云的把柄，与其等着我把事捅出去，不如先下手为强，借着安安的由头，先把我的名声搞臭，最好能给我扣个拐带人口、耍流氓的帽子，直接把我送进拘留所。这样他既能灭口，又能保住自己的村长位置。妈，慌什么？我擦了擦手，拿起桌上的水壶，灌了一口凉水。他想摆鸿门宴，咱就给他来个将计就计。他不是想在全村人面前丢我的脸吗？我就让他当着全村人的面扒了自己那身人皮。正说着，院门外传来了脚步声。郭守义推门进来，身上还带着清晨的寒气，手里攥着个布包，脸色凝重的很。远志，都安排好了。他把布包往桌上一放，里面是个崭新的军用水壶，还有他连夜写好的证词，按了手印。昨晚赵德章从孙巧云屋里出来，就去了赵万财家，俩人商量好了，今天大会上先让孙巧云出来哭。一听有热闹看，连隔壁村的人都跑来了不少。操场正中央的土台子上，赵德昌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干部服，背着手站在那里，脸上带着一副义正辞严的模样。赵万才带着赵家10几个壮劳力围在台子两边，个个横眉竖眼，跟门神似的，一看就是来者不善。我抱着安安带着爹妈，不紧不慢地走了过去。郭守义带着民兵连的几个兄弟不远不近地跟在我们身后。郭大爷拄着拐杖，有人扶着，也坐在了台子最前面的椅子上，那是村里最德高望重的位置。赵德昌就算再横，也不敢在他面前放肆。见我来了，赵德昌眼睛里闪过一丝狠厉，随即拿起大喇叭清了清嗓子，高声喊道：“社员们，今天开这个大会，就是要处理咱们村的一桩丑事。咱们赵家村向来是本分过日子的地方。”却带着一股摄人的气势。那几个后生竟硬生生停住了脚步。我抱着安安一步步走上台子，目光冷冷地扫过赵德昌。赵村长，话可不能乱说。你说我拐孩子，说我耍流氓，证据呢？空口白牙就想给我扣帽子，你这村长就是这么当的？证据？我当然有证据。赵德昌冷笑一声，朝着台下喊了一句：“巧云，你上来，当着全村人的面，把这畜生对你做的事儿全都说出来，不用怕，有村里给你做主。”人群分开，孙巧云低着头，哭哭啼啼地走了上来。她穿着一身打补丁的旧衣服，头发散乱，眼睛红肿，一副受了天大委屈的模样。一上台，她就指着我，尖着嗓子哭道：“前几天我回娘家，半路被他截住了，他对我动手动脚，还抢走了我刚出生的女儿。我女儿腰上有颗掌心胎记，他抱回来的那个孩子就是我的。”台下又是一片哗然，看我的眼神瞬间就变了。赵德昌得意地看着我，仿佛已经胜券在握。远志，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想狡辩？我看着孙巧云，突然笑了。我慢慢掀开安安的襁褓，露出了孩子后腰那块清晰的掌心胎记，然后抬眼看向孙巧云，声音平静，却带着千钧之力。孙巧云，你说这孩子是你的，那我问你，这孩子是什么时辰生的？出生的时候多重？左胳膊上有没有打疫苗的针痕？他吃奶的时候习惯含左边还是右边？一连串的问题直接把孙巧云问懵了。她站在那里，脸色煞白，嘴唇哆嗦着，半天说不出一个字来。她根本就没带过几天孩子，这些细节她怎么可能知道？答不上来。我冷笑一声，目光转向赵德昌。那不如让赵村长替他答，毕竟这孩子的亲爹不是别人，就是你赵德昌，赵大村长啊！这句话像一道惊雷，直接在操场上炸响了，全场瞬间死一般的寂静，连呼吸声都听得见。就要冲上去抢郭守义手里的证词，可他刚动一步，
郭大爷猛地把拐杖往地上一杵，咚的一声，震得台子都颤了颤。老爷子站起身，目光如刀，死死盯着赵德昌。赵德昌，你给我站住！郭守义是民兵连长，他的证词能有假？昨晚我让2个民兵跟着他，你俩在屋里说的话，他们在外头也听见了。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说赵德昌瞬间僵住了，脸上的血色退得一干二净。就在这时，孙巧云突然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，朝着台下连连磕头，哭得撕心裂肺。我全招了！这孩子是我和赵德昌的，是他逼我的。他说我要是不听他的，就弄死我和孩子。前几天他让我把孩子扔去喂狗，我舍不得，可我不敢不听他的。他还说今天只要能把远志送进去，就给我50块钱，让我带着孩子远走高飞。他一边哭一边从怀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日记本，举过头顶。这里面全是他写给我的东西，还有他这些年克扣村里的公分、发展集体财产的账，全在里面。这下是彻底的石破天惊。赵德昌看着那个日记本，腿一软，直接瘫在了台子上。他知道自己全完了，台下彻底炸了，骂声震天。村里人早就受够了赵德昌的偏袒和克扣，如今真相大白，新仇旧恨一起算，鸡蛋烂菜叶土块跟雨点似的往台子上砸，全砸在了赵德昌身上。畜生，连自己侄媳妇都不放过！扒了他的村长，送他去公安局，把他这些年贪的钱全给我们吐出来！就在这时，公社的2辆吉普车开进了村，直接停在了大队部门口。昨天我就让郭守义提前去公社报了信，把赵德昌和孙巧云的事，还有他克扣集体财产的事全捅了上去。公社书记早就收到了风声，今天特意带人过来，正好撞了个正着。公社的干事走上台，看都没看瘫在地上的赵德昌，直接拿起大喇叭高声宣布：经公社党委研究决定，即日起暂停赵德昌赵家村村长职务，对其生活作风问题、经济问题进行立案调查，相关人员立刻带回公社接受问话。2个公安上前，直接给赵德昌戴上了手铐。赵德昌面如死灰，被人架着往下走。路过我身边的时候，他突然抬起头，眼睛里满是怨毒。林远志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我抱着安安，冷冷地看着他。赵德昌，你还是先想想自己能不能熬过劳改那几年吧。上辈子你欠我的，这辈子我连本带利全收回来了。赵德昌被押走了，孙巧云也被带去做笔录。赵家的人一个个垂头丧气，在全村人的唾骂声里夹着尾巴溜回了家。这场大会最终以赵德昌的彻底倒台收场，而我林远志成了赵家村人人佩服的角色。抱着安安往家走的时候，阳光洒在身上，暖洋洋的。王桂兰接过安安，笑得合不拢嘴。你可真是太有本事了，这下赵家再也不敢欺负咱们了。林德厚也挺直了腰杆，一路上不断有村民跟他打招呼，喊他万顺叔。他这辈子从来没这么风光过，可我心里清楚，这只是开始。赵家在村里盘踞了这么多年，不可能就这么轻易认输，真正的较量还在后头。而我怀里的安安，他的出现不仅撕开了赵家的遮羞布，也成了我这辈子必须护到底的软肋。赵德昌被抓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，1天之内就传遍了周边10几个村子。赵家一下子成了10里8乡的笑柄，走在路上都被人戳脊梁骨。赵万才作为赵家的族长，又气又急，当天晚上就中风躺倒了，半边身子都动不了，躺在床上只会哼哼，连话都说不出来。赵家没了主心骨，一下子就乱了套。赵铁柱还在县里等着判刑，赵铁军、赵铁牛这2个兄弟成了赵家仅剩的能主事的人。可这2人，一个有勇无谋，一个心狠手辣，满脑子都是怎么报复我，给赵家报仇。我早就料到了这一步，疯狗被逼到了墙角，只会更疯狂的咬人。从大会结束的那天起，我就让我爹把院墙又加固了一遍，墙头上的仙人掌又多种了2排。晚上睡觉前，院门屋门全都锁得死死的，2个妹妹轮流在院里放风，一点都不敢松懈。郭守义也特意跟我说，赵家这2天天天聚在一起喝酒，骂骂咧咧的，全是要弄死你的话，你要千万小心，晚上尽量别出门。我也会让民兵连的人晚上多在你家附近巡逻。可我没想到赵家的人竟然这么没底线，连阴沟里的招数都使出来了。出事那天是半夜，大概凌晨2、3点，村里人都睡熟了，连狗都不叫了。我正睡得迷迷糊糊，突然听见院墙外传来一阵稀稀疏疏的动静，紧接着就是一声压抑的喊叫，我瞬间就醒了，抄起炕边早就准备好的铁棍，轻手轻脚地走到窗边，撩开窗帘一脚往外看，只见院墙上2个黑影正挂在那里，被墙头上的仙人掌扎得嗷嗷叫，还有一个黑影已经翻进了院里，正鬼鬼祟祟地往屋门这边摸，是赵铁牛和赵铁军。我心里冷笑，果然来了。我没出声，给里屋的我爹使了个眼色。林德厚早就醒了，手里攥着锄头，屏住了呼吸，等着那黑影靠近。那黑影正是赵铁牛，他手里拿着一把匕首，轻手轻脚地走到屋门口，
刚想伸手撬门锁，我猛地拉开门，一铁棍就砸在了他的胳膊上，咔嚓一声脆响，是骨头断裂的声音。赵铁牛发出一声杀猪般的惨叫，匕首当啷掉在地上，整个人疼得蜷缩在地上，满地打滚。院墙上的赵铁军听见动静，吓得魂都飞了，想从墙上跳下来跑，结果被仙人掌勾住了衣服，一头从2米高的院墙上栽了下去，脸先着地，摔得满脸是血。就在这时，院门外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和手电筒的光，郭守义带着几个民兵举着棍子冲了过来，正好撞见摔在地上的赵铁军，直接上去就按在了地上。抓到了！赵铁军半夜私闯民宅，还携带刀具。郭守义高声喊着，手电筒的光往院里一照，看见躺在地上哀嚎的赵铁军，还有他掉在地上的匕首，脸色瞬间沉了下来。好啊，我看你们是太过分了，你们赵家真是太不像话了，半夜带着刀具私闯民宅，我看你们是太过分了。我爹打开院门，王桂兰抱着被惊醒的安安，2个妹妹也吓得脸色发白，看着地上的赵家兄弟，气得浑身发抖。这帮畜生真是丧良心了！王桂兰把安安紧紧搂在怀里。我们家到底怎么惹你们了？上辈子害了我们全家，这辈子还想赶尽杀绝！周围的邻居也都被惊醒了，纷纷举着煤油灯跑了过来。一看这阵仗全明白了，看着地上被打断胳膊的赵铁牛，还有被按在地上的赵铁军，以及那2把明晃晃匕首，村里人瞬间就炸了。赵家真是疯了，这是想杀人啊！赵德昌刚被抓，他们就敢上门行凶，还有王法吗？送公社，直接送公安局，这种人就该关起来。赵铁军被按在地上，还嘴硬梗着脖子骂：元志个阴沟里的老鼠，你毁了我们赵家，我就是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！还有不少烂菜叶和脏东西，井水浑得跟泥浆似的，根本没法喝。这口井是我带着村里人挖出来的救命井，大旱天里，全村人的吃水全靠这口井。现在井水被污染了，村里人瞬间就慌了。我赶到井边的时候，已经围了一大堆人，个个愁眉苦脸，骂声不断。这是哪个挨千刀的干的？这不是断咱们的活路吗？大旱天的，水就是命啊！往井里扔脏东西，这是要全村人的命！我蹲在井边，看了看水里的脏东西，又闻了闻水的味道，心里瞬间就有数了。我站起身，看着围过来的村民，高声说道：大家别慌，这井水只是被扔了脏东西，不是被下了毒。只要把井水淘干净，再撒上石灰消毒，过2天就能继续用了。说完，我顿了顿，眼神一冷，扫过人群里几个缩头缩脑的赵家远房亲戚。至于这事儿是谁干的，我心里清楚。咱们村跟这口井有仇的，巴不得咱们全村没水喝的，除了赵家没别人。这话一出，村民们瞬间就炸了。本来大家就因为赵家兄弟半夜行凶的事，对赵家一肚子火，现在他们竟然敢往公井里扔脏东西，这是触犯了全村人的底线。赵家这帮畜生真是丧尽天良了！走，找他们去，让他们赔，让他们掏井！群情激愤之下，几十个村民拿着扁担、锄头，浩浩荡荡的就往赵家冲去。我没拦着，赵家做了这种天怒人怨的事，就该付出代价。等我带着郭守义赶到赵家的时候，赵家的院门已经被村民砸开了，院里的东西被砸得稀烂。赵家的几个女人缩在墙角里，哭得瑟瑟发抖。我拦住了还要往里冲的村民，高声说道：大家先停手，砸东西解决不了问题，现在最重要的是把井淘干净，让大家有水喝。赵家干的这事儿必须让他们负责。最终在全村人的施压下，赵家剩下的人不仅要承担淘井与消毒的所有费用，还要把之前赵德昌克扣的集体财产一分不少的全吐出来。公社也来了人，针对井水被污染的事再次对赵家进行了调查。赵家仅剩的几间好房子也被抵押给了村里。赵万才躺在病床上，一口气没上来，当天晚上就咽了气。至此，在赵家村横行霸道了几十年的赵家彻底土崩瓦解，再也翻不起任何风浪。消息传来的时候，我正带着我爹在地下溶洞里查看暗河的情况。林德厚听着赵家的下场，叹了口气，没说话，只是伸手拍了拍我的肩膀。我知道他心里的那口恶气终于出了，上辈子的血海深仇，这辈子我终于亲手报了。暗河里的水流哗哗作响，清澈的河水映着火把的光影，河水里的鱼群成群结队地游过，肥硕的身影在水里一闪而过。我看着这条暗河，心里清楚，报仇只是第一步，我要靠着这条暗河，带着我的家人，在这个缺衣少食的年代，活出个人样来，真正的逆天改命。解决了赵家这个心腹大患，我终于能安下心来，好好打理我这条地下暗河了。上辈子我就知道，这场大旱还要持续整整1年，直到明年夏天才会迎来一场透雨。在这1年里，水和粮食就是最硬的通货，而我的地下暗河就是取之不尽的聚宝盆。之前我只是靠着暗河里的野生鲶鱼偷偷去黑市卖钱，可这远远不够。溶洞里空间极大，恒温恒湿，除了养鱼还能做太多事了。我先是带着我爹花了整整半个月的时间，把溶洞好好规整了一遍。我们用石头在暗河边垒出了好几个鱼池，
把不同大小的鱼分开养，大的留着卖，小的鱼苗专门圈起来养，这样就不用担心把鱼捞绝了，能一直循环下去。除了鲶鱼，我还在暗河里发现了不少鲤鱼、鲫鱼，甚至还有几只甲鱼，全都小心翼翼地养了起来。这些在城里都是有价无市的好东西。然后我又在溶洞里找了一块地势高、干燥平整的地方，开辟出了一块军房。70年代蘑菇还是稀罕东西，城里的大饭店、大厂、食堂都抢着要，而且蘑菇不挑地，只要有水有温度就能长，正好适合在溶洞里种。我特意去了一趟县城，找老钱帮忙，弄来了不少棉子壳、锯末，还有蘑菇菌种。老钱跟我合作了这么久，早就把我当成了财神爷，我要的东西他拼了命也能给我弄来。不仅如此，他还跟我签了长期的供货合同，我这里的鱼和蘑菇他全收，价格只高不低。菌种播下去之后，没过多久就长出了白白的菌丝，一朵朵胖乎乎的蘑菇就冒了出来，长得又大又肥，看着就喜人。第一茬蘑菇收下来，足足有200多斤，拉到县城被老钱一抢而空，一下子就赚了80多块钱。林德厚拿着那一把大团结，手都在抖。他种了一辈子地，从来没想过就靠这些土里长出来的蘑菇竟然能赚这么多钱。除了溶洞里的产业，地面上我也没闲着。我把暗河里的水通过埋在地下的竹筒偷偷引到了后院的菜地里，有了源源不断的水，就算天再旱，后院的菜地也长得郁郁葱葱。我带着爹妈在菜地里种上了白菜、萝卜、辣椒、西红柿，还搭了个简易的塑料大棚，种上了黄瓜、豆角这些反季节的蔬菜。在这个连饭都吃不饱的年代，冬天能吃上一口新鲜的绿叶菜，简直是想都不敢想的事。我们家的菜除了自己吃，剩下的我都偷偷拉到县城卖给了老钱，还有沈清哥给我介绍的几个城里客户。